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籍《碎片》。这本书的作者姓名，他是一位在个人成长、高效习惯培养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作者凭借着对人类行为模式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对高效生活方式的执着追求，历经多年研究和实践，才铸就了这样一本堪称人生指南的佳作。碎片这本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开启我们高效人生的大门。在当今这个快节奏、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和碎片化的时间所困扰，感觉生活就像一团乱麻，难以理出头绪。而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教会我们如何从这些看似毫无头绪的碎片中，找到秩序和方向。它能让我们在繁忙的日常中，重新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从而实现个人成长、事业进步以及内心的宁静与满足。想象一下，当你能够熟练地运用书中的方法，把那些零碎的时间、零散的知识和任务都整合起来，就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拼凑出一幅完整而美丽的人生画卷时，那是怎样的一种成就感？这种改变不仅仅体现在我们外在的成就上，更会深入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信心和掌控感。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信息如潮水般涌来的时代，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一天下来，忙忙碌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完成了什么？那些碎片化的时间，就像指缝中的沙子，越想抓紧，流失的越快。其实，很多名人也曾面临过类似的困境。就拿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来说吧，在他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常常被各种琐事打断，灵感就像碎片一样，稍纵即逝。但他并没有被这种情况打败，而是努力寻找一种方法，让自己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保持创作的连贯性。他每天都会早起，坚持在固定的时间段里写作，无论外界有多少干扰，他都雷打不动。这种对碎片时间的掌控和利用，让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成为了一代文学大师。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像村上春树一样，在碎片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高效之路呢？碎片这本书将为我们揭晓答案。要点一：识别碎片时间与任务。在碎片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学会识别碎片时间与任务。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时间段，比如等车、排队、坐地铁等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时间段，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碎片时间。同时，我们所面对的任务往往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有很多小任务可以被拆分成更小的部分，在碎片时间里完成。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在处理任务时，有一个启动成本。当我们频繁地在不同的大任务之间切换时，这个启动成本会很高，导致效率低下。而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出那些可以独立完成的小任务，并在碎片时间里完成它们，就相当于降低了大脑的切换成本。例如，当我们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与其无所事事地刷手机，不如利用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回想一下今天要完成的工作清单，或者思考一下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书中提到，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而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碎片时间，正是隐藏在水中的珍贵宝藏。只有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这些碎片时间的价值，并学会识别与之匹配的任务时，我们才能开始有效地利用它们。那么，如何识别碎片时间与任务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记录自己一天的活动轨迹，详细的记录下每个时间段自己在做什么，以及在这些时间段里是否有一些短暂的空闲时间。比如，记录下从家到公司的路程时间、等待会议开始的时间等等。其次，分析这些记录，找出那些可以用于完成小任务的碎片时间。例如，在等车的时候，可以用来回复一些简单的邮件；在排队的时候，可以用来听一段知识性音频。最后，将大任务拆分成小任务，思考一下哪些小任务可以在这些识别出的碎片时间里完成。比如，把写一份报告的任务拆分成查找资料、构思框架、撰写开头等小部分，然后在不同的碎片时间里分别完成。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把那些原本被浪费的时间利用起来。当我们逐渐养成这种习惯后，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变得充裕起来，完成的任务也越来越多。而且，这种对碎片时间的利用还能让我们的大脑保持活跃，提高我们的思维敏捷性。2.2 构建碎片化知识体系。在信息时代，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知识信息，这些信息往往也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的。碎片这本书教会我们如何将这些碎片化的知识整合起来，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基于认知科学的原理。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当新的知识信息进入时，如果能够与旧的知识结构相连接，就会更容易被记住和理解。而碎片化的知识如果只是孤立的存在，很容易被遗忘。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些碎片化的知识进行分类，
整理并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书中指出，知识就像一颗颗珍珠，碎片化的知识就像散落的珍珠，而知识体系则是那根将珍珠串起来的线。只有将它们串起来，才能形成一条美丽的项链，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价值。构建碎片化知识体系的方法有很多，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法。第一，使用思维导图工具。当我们接触到新的碎片化知识时，可以将其记录在思维导图上，并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例如，在学习一门新技能时，可以将相关的知识点、技能要点、学习资源等都记录在思维导图上，并按照学习进度和难易程度进行排列。第二，定期整理和回顾。每隔一段时间，对已经记录在思维导图上的知识进行整理和回顾，思考这些知识之间是否存在新的联系，或者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和补充。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第三，分享与交流。将自己构建的知识体系分享给他人，与他人进行交流和讨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发现自己知识体系中的不足之处，并及时进行修正。构建碎片化知识体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知识，还能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当我们需要解决某个问题时，可以快速地从自己的知识体系中提取出相关的知识，进行分析和解决。而且，一个完善的知识体系还能为我们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提供强大的支持。3.3高效利用碎片时间完成任务。在识别了碎片时间与任务，并构建了知识体系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高效地利用碎片时间完成任务了。这可以说是《碎片》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实现高效生活的关键。高效利用碎片时间完成任务需要遵循一些原则。首先，要明确任务的目标和优先级。在碎片时间里，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必须确保我们选择的任务是最重要、最紧急的。其次，要保持专注。由于碎片时间往往比较短暂，如果我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分心，就会浪费宝贵的时间。最后，要学会快速进入状态。在碎片时间里，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进行预热，所以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投入到任务中。书中提到，在碎片时间里，每一分钟都像是一颗钻石，珍贵无比。我们必须像对待钻石一样，珍惜并充分利用好这些时间。以下是一些高效利用碎片时间完成任务的方法。第一，提前规划。在一天的开始，或者在前一天晚上，提前规划好第二天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完成的任务。将这些任务列成清单，并按照优先级进行排序。例如，在早上上班的路上，可以计划好今天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并思考一下在碎片时间里可以完成哪些小任务。第二，准备好工具。为了避免在碎片时间里因为寻找工具而浪费时间，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好完成任务所需的工具，比如在包里放上笔记本和笔，或者在手机里下载好相关的应用程序。第三，设定时间限制。在利用碎片时间完成任务时，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紧迫感，提高效率。例如，在等电梯的短短几分钟里，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在电梯到达之前完成一项小任务。第四，快速切换。当一个碎片时间结束，进入下一个时间段时，要迅速的切换任务，不要让上一个任务的影响延续到下一个时间段。例如，在完成一项小任务后，马上将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任务上，不要再纠结于上一个任务的细节。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把碎片时间变成我们高效完成任务的有力武器。当我们能够熟练的运用这些方法后，会发现自己在一天的时间里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而且完成的质量也会更高。4.4整合碎片化资源。除了时间和知识，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资源也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存在的，比如人际关系、信息渠道等等。碎片这本书告诉我们如何将这些碎片化的资源整合起来，为我们的人生服务。整合碎片化资源是基于系统论的思想。系统论认为，一个系统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整体。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碎片化的资源看作是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并找到它们之间的关联，就可以将它们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书中指出，资源就像拼图的碎片，只有当我们将它们正确的拼接在一起时，才能看到它们真正的图案。整合碎片化资源的方法包括：第一，建立人际关系网络。我们可以主动的与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人建立联系，将他们纳入到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中。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获取到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例如参加行业会议、加入专业社团、积极参与社交活动等等。第二，利用信息渠道的多样性。不要仅仅依赖于单一的信息渠道，要学会利用多种信息渠道来获取信息。比如，除了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可以关注一些专业的博客、论坛、社交媒体账号等等。第三，整合信息资源。
当我们获取到来自不同信息渠道的信息时，要学会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分析，通过对比、归纳、总结等方式，找出其中的共性和差异，从而得出更准确的结论。整合碎片化资源的好处是巨大的，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时，拥有更多的选择和解决方案。同时，它还能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51.5培养碎片化思维习惯。最后，《碎片》这本书还强调了培养碎片化思维习惯的重要性。碎片化思维是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它能让我们在面对碎片化的事物时，更加得心应手。碎片化思维的核心在于灵活性和适应性，它要求我们能够快速地适应环境的变化，灵活地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这种思维方式与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不同，它更像是一种网状思维，能够同时处理多个信息源和任务。书中提到，在碎片化的时代，思维就像一张网，只有当我们能够灵活地编织它时，才能捕捉到更多的机会。培养碎片化思维习惯的方法有：第一，练习多任务处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尝试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例如，在做饭的时候可以听新闻，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同时处理邮件和电话。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锻炼自己的大脑，提高多任务处理的能力。第二，养成快速决策的习惯。在碎片化的时间里，我们往往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进行深思熟虑，所以我们要学会快速地做出决策。例如，在面对一个突发情况时，要能够在短时间内判断出最佳的解决方案。第三，保持开放的心态，要时刻保持对新事物、新观点的开放态度，不要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例如，当遇到一个新的想法或方法时，可以先尝试着去了解它，而不是马上否定它。培养碎片化思维习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让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时，更加从容不迫。同时，它还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让我们能够想出更多的创新性解决方案。碎片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让我们能够在碎片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高效之路。它的核心内容涵盖了识别碎片时间与任务、构建碎片化知识体系、高效利用碎片时间完成任务、整合碎片化资源以及培养碎片化思维习惯等多个方面。我强烈的呼吁大家阅读并践行书中的习惯，不要再让那些碎片化的时间白白浪费，不要再让那些碎片化的知识、信息和资源处于混乱的状态。让我们行动起来，运用书中的方法，把我们的生活打造成一个高效、有序、充满活力的系统。记住，每一个小小的碎片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都是我们成功的基石。当我们能够把这些碎片整合起来时，我们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就像书中所说，人生就像一场拼图游戏，而那些碎片就是我们的拼图块。只有当我们用心去拼凑时，才能看到那幅美丽的图画所倚。行动起来吧，让碎片成为你人生旅程中的指南针，引领你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